在巴基斯坦飞行员透露的印巴空战详情中，我国国产预警机首次参与了实战。在我国预警机的帮助下，印军3架军机接连坠落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距离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印巴空战日已经过去了4年的时间。在今年的纪念日上，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都披露了当年这场空战的详细情况。与往年不同的是，这次印度媒体首次报道了自家空军的苏30 MKI 被击落，并且还展示了击落它的 AIM-120导弹的残骸。在这之前，印度官方的说法一直是印度空军击落了巴基斯坦的 F-16战机，但却一直都没有实际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。如今，印度媒体的这一做法算是承认了，在当年的印巴空战中，印度空军的损失远不止之前所说的那么少，并且被击落的是印度战机，而不是巴基斯坦战机。而巴基斯坦的枭龙战机飞行员也在近期接受了采访，透露了一些当时空战的具体情况。双方之所以会爆发这场空战，是因为印度军方先动的手。印度空军以打击反印度武装组织为由，出动了一个中队的幻影2000战机，对巴基斯坦境内的一个村庄发起了袭击。在印度空军发起袭击后，巴基斯坦空军很快就组织好了反击行动，出动了枭龙 Block 2、幻影5、F-16 3款战机，组成了多个编队发起打击。其中2架编号为17236和17246的枭龙战机负责对地攻击，朝印度陆军的一个指挥中心和补给站投放了2枚 REK 卫星制导滑翔炸弹。幻影5机队则负责投放 H4 滑翔制导炸弹， F-16 战机则负责护航。在投放的武器中， REK 卫星制导滑翔炸弹由我国雷10授权，巴基斯坦生产和销售，直接将雷16卫星制导套件安装在了美制 MK83 炸弹上而成，射程可达50公里，精度能控制在12米。幻影5投放的 H4 滑翔制导炸弹则为1000公斤级的重型炸弹，在炸弹的下方有着一对折叠弹翼，当炸弹飞行到一定高度的时候，这对弹翼就会展开，产生一定的升力，增加炸弹的打击范围。同时，在它的尾翼还能够在空中调节飞行姿态，确保打击精度。不过，由于投放的武器并不是远程导弹，所以印军这边的雷达很快就发现了前来进行打击的巴基斯坦战机。当发现巴基斯坦空军的打击后，印度空军迅速出动1架米格21野牛战斗机、1架苏30 MKI 战机进行拦截。在这时，巴基斯坦负责护航的2架 F-16就与印军战机展开了空中格斗。不过在这次的战斗中，显然巴基斯坦空军的准备更充足，作战方式也更加的成熟。这2架 F-16战机是在我国的 ZDK-03 喀拉昆仑之鹰预警机，以及安装了我国国产电子战系统的 DA-20 猎鹰电战机配合之下进行对印军作战的。因此，巴基斯坦空军很快就锁定了印度空军战机的位置。1架编号为92731的 F-16发射导弹，击落了印军米格21野牛战斗机。另一架编号为84604的 F-16发射导弹，击落了印军苏30 MKI 战机。其中，米格21战机坠落于巴基斯坦境内，而苏30战机并没有确认坠落残骸。但根据雷达信号以及截获情报，巴基斯坦判定苏30 MKI 被击落，只不过残骸掉在了印度境内而已。而坠落在巴基斯坦境内的米格21战机飞行员也被生擒，这人也就是在印度大名鼎鼎的阿比南丹。当然，印度空军损失的也不止这2架战机，还有1架米17直升机满载特种兵和医务人员，在前来救援的途中坠毁，导致7人死亡，并且这次的坠毁很可能并不是巴基斯坦干的，而是印度自己人干的。由于直升机坠毁地点距离冲突地点还有一定距离，很多印度媒体都认为这是被印度防空系统识别为敌人击落的，让这架直升机直接出师未捷身先死。虽说本次空战的主角是 F-16，
和骁龙的关系并不大，但是 F-16也是在我国预警机和电子战系统的配合之下，才对印度空军的战机实现了锁定并击落。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算是我国预警机在国际上的全球首战，证明了我国在雷达技术方面的领先。出口给巴基斯坦的 ZDK-03 预警机，只装备了我国上世纪80年代研发的第2代空中预警雷达，都能对米格21和苏30实现跟踪监视。那么现代的第4代甚至是第5代性能将会翻了数倍不止。之前在东海上空 F-35被歼20实现锁定就已经证明了这点。或许这次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公开披露，能够让我国的雷达又一次的走向国际市场。像之前珠海航展上展示的各种雷达系统，性能都要比巴基斯坦击落苏30 MKI 战机中的预警机要强上不少。相信以后还能开出更多外销大单。